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妈，你一定要坚持住我，妈！我女婿呀，来接我。哎，这个是接你的车吗？妈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最近呀，南海预报有台风，所以我们就提前回来了。哈。哎，妈，上车。哎，我先回去了。妈，咱们也回去吧。我女儿怎么找了你这么个废物？哎，你看看别人的女婿，那开的是什么车呀？你再看看你，我的脸呀都被你丢尽了。妈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也回去吧。别叫我妈，我可没有你这废物女婿。我呀自己打车回，不用你接。妈，红灯小心！滚！妈！老姜，我妈怎么样了？医院我的情况很不乐观，赶紧将付瑶也叫过来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妈和瑶瑶二人相依为命这么多年，妈要是走了，瑶瑶可怎么办哎呀，讨厌！宝贝，我已经等不及了啊！宝贝儿，别挂呀，当着我面前啊！你可真坏！喂，有事快说。瑶瑶，你快来医院，妈出车祸了！你说什么？宝贝儿，别慌张呀，你妈不是去旅游了吗？出车祸的肯定是他妈。不就出了个车祸吗？送去医院呀！就出个车祸嘛，送医院。你听我说，瑶瑶，喂，不就出个车祸，至于吗？没完了是吧？这种不值钱的农村女人，去看望她都不要。宝贝儿，别跟这种废物一般计较，免得呀动了胎气。待会儿到医院里面，我让严教授亲自给你运检啊。还是海哥你厉害，连杨教授都能找来，可比那个废物强多了。对不起，怎么还关机了？电话已停机。喂，林明。喂，秋雅，瑶在你身边吗？对，他跟我在一起呢。你快让他接电话，出大事了！喂，林明，我这边信号不好，一会儿打给你啊。我们这边听不清。喂，程雪然家属是吧？这是病人的缴费单，你赶快去交一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好，缴费。稍等。付瑶，师傅呀，你也好好去做这些。瑶瑶，麻烦让一让。看错了。严教授人呢？怎么还不过来？临时有个出车祸的病人，情况很严重，杨教授过去会诊了。严重那就赶紧去死啊！凭什么当我的事？哎呀，老公。哎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去把人给我叫过来！再晚一会儿，都他妈别干了！30万，我哪有那么多钱？
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怎么还在关机啊？行行，我岳母情况怎么样？对不住了，老林，我原本请了杨教授帮你岳母会诊的，结果他被叫去给别人看病。我能力有限，你岳母的情况又很严重，接下来你要做好最坏的准备。老蒋，你告诉我杨教授在哪儿，我自己去求他。杨教授，王总、傅小姐，你们放心，孩子很健康。多谢。那就好。杨教授，傅瑶，傅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是谁？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？他是……他是我男朋友。秋颖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男朋友陪我做检查，我肯定在这儿。倒是你明明，难不成怀疑我男朋友和瑶瑶有什么关系吧？明明，你竟然敢怀疑我！瑶瑶，我不是怀疑你，你看到杨教授了吗？妈等着他救命呢。瑶瑶，你快来医院，妈出车祸了。你说什么？临时有个出车祸的病人，情况很严重，杨教授过去会诊了。难不成杨教授会诊是黎明他妈？我们没见过。可是护士明明刚刚说在这儿啊！我去找杨教授，你把钱交了啊30万！明明，你疯了吧？就你那点破工资，连给我买衣服的钱不够，我上哪给你弄30万？我不是给了你10几万换房子钱吗？你先拿出来救命啊！这笔钱也是你能惦记？黎明，你明明把钱都给瑶瑶了，难不成现在要回去？你不会是想让瑶瑶住在你这破房子里一辈子吧？瑶瑶，这都什么时候人命关天，就别想着换房了，那可是你妈呀！我妈？我妈？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她是我妈。你不就是跟妈吵了一架，你至于这样吗？22号床，家人病属，抓紧时间来病房。一定是妈病情加重了。瑶瑶，你别给我闹，快跟我走吧，要不然连妈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。哎呀，放开！没看到我在这儿有事儿吗？瑶瑶，快跟我走，我时间来不及了。明明，瑶瑶都已经答应陪我检查，你就别逼她了。22号床，家人病属，抓紧时间来病房。瑶瑶，快跟我走吧。松开！还想让我交钱，也不知道你妈值不值那30万。好了，宝贝儿，别生气了，对孩子不好。孩子，你一天就知道。好啦，算了，今天我高兴，就要我请客，我们一起庆祝庆祝。妈，瑶瑶只是工作太忙了，还没回来见你，你别怪她。你放心，等明天下葬，她一定会回来的，一定会的。扶摇，妈去世了，明天出殡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就真的见不到吗？宝贝儿，有什么消息明天再回。你可真坏啊，非要在我家附近张奖品。宝贝儿，你不觉得这样很刺激吗？小明，帮忙的人都找好了，事情也安排的差不多了，明天早上就可以出殡了。扶摇的孩子他回消息了吗？可能在忙吧，我等会儿再打给他。一大早上就开始打电话，这个黎明真是没法了。还有你，
你看你给我弄的。还有这儿，哎呀，烦死了！宝贝儿，别生气嘛，我答应你，今天你想要什么东西，我都买给你了。这还差不多。瑶瑶还没接电话。亲妈的葬礼都不来，哪有这样做女儿的？我昨晚在附近看见她跟一个男的去了酒店。真的假的？张叔，我跟瑶瑶感情很好，不可能这样对我的，你一定是看错了。小明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喂，一个个都他妈腿瘸了是不是？能不能走快点？傅瑶，黎明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死的竟然是他妈！傅瑶，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黎明，你竟然敢吼我！我吼你怎么了？妈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连他最后一面都不愿意见，你就这么恨他吗？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人才来也不嫌丢人。我要是他妈，我死了都不比。黎明，你少在这假惺惺！我来的这么晚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因为我还在这装？大家快来看啊！我手上的这些伤，全都是他黎明弄的，都是因为他交不起妈的住院费，所以一生气就动手打我。我是因为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所以才逃跑的。我本来想等妈下葬之后再过来看一看的，生怕被他给捉住了，不然作为子女的，怎么可能会来得这么晚嘛？这一点我可以作证，他家暴瑶瑶的事，瑶瑶身边的朋友可都知道。胡说什么呢？什么时候打回你？母女连心，难道是真的？黎明，你作为一个男人，竟然动手打女人，这送葬我不干了。身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解释。傅瑶，我知道你还在生妈的气，但今天是妈下葬的日子，你就不能让她安安稳稳的走吗？你妈死的安不安，关我什么？你，瑶瑶，你脖子上怎么回事？这什么怎么回事？黎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人来的来了，该看的也都看了，你放过我行吗？哎，瑶瑶，妈还没下葬，你怎么能走呢？听不懂人话吗？赶紧滚呐！瑶瑶，孕检，你怀孕了？我这么长时间没碰你，你怎么可能怀孕呢？王海是谁？傅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，他是谁？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？我昨晚在附近看见他跟一个男的去了酒店。是你？早知道就放后头。这不好意思啊，林敏，瞒了你这么久，这要怪呀，就得怪你自己太废物。你要是脑子没点毛病呢，其实在医院早就发现了。就算现在知道了有什么用？反正啊，也晚了。傅瑶，你妈治疗和下葬的钱都是我找别人借的，我真心实意的对你，你跟别的男人鬼混在一起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你给我闭嘴！黎明啊，要不是因为你太废物，每个月赚的那个破工资，连我想花几万块钱买个包都不行。就你那一个月的一点工资，连海哥的一个车轮胎都买不起。你帮海哥养孩子啊，那是你的福气。可惜啊，你现在没这个机会。好了，宝贝儿，跟这个废物生气可不值当。哎呀，海哥，轻点儿，别拖着孩子了。差点忘记跟你说声谢谢了。瑶瑶说你在家里把家里管理得很好，她才有时间去做身材管理。要我说啊，瑶瑶现在的身材那可真好呀。你吹啊！你要敢伤到我的孩子，我要你命！来，不怕死的尽管来吧！想要，我现在就给你！
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？这可是你妈的骨灰啊！嘿，你少在这跟我沾亲带故的。黎明，你妈一个只知道种地的农村人，要钱没钱，那怎么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说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你妈跟在你这种废物身边，活人受罪，那不如早点死了算了。你怎么了？让一下，小明，小明，目的地方准备好了，这队伍怎么又停了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傅瑶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竟然没死，那这骨灰是？黎明，这一仗上的人是谁？你说的妈又是谁？小耀，你也别伤心了，这样的事情我们也……我伤心什么？黎明，我问你话。他能说什么？他就是想钱想疯了，所以才放了个假字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赌钱欠了高利贷，没想到你居然为了圈钱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。圈钱？我去找杨教授，你把钱交了啊！30万！黎明，你疯了吧？就你那点破工资，连给我买衣服的钱不够，我上哪给你弄30？对呀，黎明之前来医院来找我要过钱。黎明，之前我觉得你只是一个穷人，是个窝囊废，没想到你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！你放屁！赶紧给老子滚蛋！别打扰了我跟瑶瑶吃饭。走，傅瑶，你疯了吗？你真觉得这葬礼是假的吗？别碰我！瑶瑶，瑶瑶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子，你听妈跟你说啊。哎呀，滚开！妈，你没事吧，妈？妈，我没事，儿子，你快跟瑶瑶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能和黎明干出这种事情来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他个老不死的，一大把年纪了，居然还能跟你一起干出骗钱的事情来，他真是不要脸。黎明，你要是真缺钱的话，可以求求我，我也不是不能给你，何必用这种下贱的手段呢？你再说一遍，我再说10遍也是一样，你还就是个窝囊废。现在今天也看到，我也懒得通知你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就你这种窝囊废，这辈子也配不上。再说，我呀已经怀了王海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妈，傅瑶，你好，既然你想离婚，那我同意。不过这么大的事，你总得跟你妈说一声吧。切，你不会以为我妈会向着你，还巴不得我跟你这个窝囊废离婚呢？宝贝儿，既然他这么没有自知之明的话，那就让他彻底死心啊！好，黎明，我今天就让你彻底死心。怎么，电话打不通是吗？南海那边信号差，一时半会打不通也正常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电话你永远都打不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行了，宝贝儿，没必要跟他在这浪费时间了，咱们走吧。反正我妈明天也回来了，到时候再告诉她也不迟。黎明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就这种窝囊废，我多看你一眼都嫌脏。走，儿子，怎么会这样？没事妈，这边我处理，先去休息吧。傅瑶，夫妻一场，这算是我尽的最后的义务。希望你知道真相后，将来不要后悔。葬礼继续。喂，你好。林先生你好，我是苏婉儿。苏婉儿，苏氏集团创始人。没错，是我。林先生，看了你的项目之后，我对你非常的仰慕，我诚恳的邀请你来我们集团担任执行总裁一位，与我一起管理公司。不好意思，
我暂时没有这个打算。林先生，除了总裁的薪资待遇以外，我还会给你公司20%的股份。另外，感谢您的好意，抱歉。这人真没礼貌。我看过他的项目书，眼光非常独到有远见。以他的能力，能够帮助我们苏氏集团轻松拿下100亿订单。我要亲自去请他。离婚协议已经拟好了，你赶紧签了吧。我净身出户，怎么不愿意呀？我嫁给你这个窝囊废，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，没有让你赔偿青春损失费就不错。傅瑶，你摸着你的良心说，从我们结婚以来，家里的哪一笔钱不是我赚的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我家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家能成为这个样子，那靠的全都是我们海哥。好，我签，你别后悔。是不是你妈的遗照啊？妈，明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拿我妈的照片当遗照是什么意思？傅瑶，你是真蠢还是假蠢啊？这是你妈的遗照，你妈已经死了。你这个垃圾，你竟然骗我！傅瑶，蠢要有个限度。放开我！瑶瑶，废人！你要是再敢分一下瑶瑶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弄骗？瑶瑶，别听这个废物的话，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诅咒你啊！黎明，以前我只是觉得你是个窝囊废，没想到你现在还真是幼稚的可怜啊！居然敢用这种方式来骗钱，还把我妈的照片当做遗照，你真是……黎明，我告诉你，要是我妈的身体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傅瑶，你别后悔。后悔？黎明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情，那就是嫁给你。傅瑶，你真是蠢的让人觉得可怜。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死的人到底是谁？妈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肯定是假的。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是真是假你自己知道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妈，她不是去度假了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她提前回来出了车祸，到医院已经不省人事。我忙前忙后的借钱救她，而你呢？你还记得你说过什么？你说你让她去死。傅瑶，是你亲手害死了你妈。不就出了个车祸吗？送去医院了。明天他妈病情加重了，瑶瑶，你快别跟我闹了，快跟我走吧，要不然连妈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。哎呀，放开！没看到我在这有事儿吗？严重那就赶紧去死啊！凭什么当我的事情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！死的人是我妈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死的人怎么会是我妈呢？一定是在骗我。对，黎明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我骗你？傅瑶，你好好想想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是我害死了我妈，是我害死了我妈，是我害死了我妈。黎明，你就是想死啊！瑶瑶，瑶瑶，这个事不怪你，要怪就是怪这个废物，是他没有检清楚，所以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。怪我？没错，就是你。瑶瑶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他要是一开始说清楚了，出车祸的是你妈，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
他要是说清楚了，怎么可能会出事呢？对啊，谢琳的，你肯定是故意的，你一早就想害死我妈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在电话里不说清楚？要是说清楚了，怎么会不救我妈？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是你害死我妈，你这个杀人犯！傅瑶，但凡你是个人，你就不说出这种话。谢琳的，你敢对我？傅瑶，你妈出车祸，我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打电话通知你，然后呢，你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，要钱没有，要人不来，甚至说让他死了算了。你现在跟我说是我害死了你妈，我是杀人犯。如果出车祸的人是我妈呢？傅瑶，你他妈还是个人吗？谢琳的，你是个想死啊！瑶瑶，你别听这个废物胡说八道，阿姨的就是他一手造成的。他如果一开始说清楚出车祸究竟是谁，根本不会走到这一步的。他现在在这胡搅蛮缠的说这一些，就是想推卸责任。推卸责任，对，谢琳的，你就是在推卸责任。我妈的死都是因为你！谢琳的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给你送到监狱里去。林先生你好，我是苏氏集团的苏婉儿，这次冒昧的给您打电话，就是想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执行总裁，不知道您现在方便吗？抱歉啊，我现在家里有点事儿，以后再说吧。报警，必须报警！像黎明这种社会底层的败类，下半辈子必须让他在监狱度过。瑶瑶，你别生气了，这样的话会对太亚不好的。我一定会让你出了这口恶气。待会儿我就打电话找人把这个事给办了，我保证直接给黎明定罪。家人们，我要曝光一个渣男。结婚前他对我百依百顺，没想到结婚之后就暴露本性，先是骗了我一大笔嫁妆，然后就是对我实行各种家暴。前2天，我爸出车祸进医院，苏总，您看一下这2条视频，是关于黎明的。家人们，我要曝光一个渣男。结婚前他对我百依百顺。苏总，是否取消邀请黎明来公司担任执行总裁？能做出那样项目的人才，我不相信他会做这种事。苏总，这个视频里的傅瑶和王海去黎明公司闹事了。林哥，你什么情况？怎么这才2天没见，你整出这么大事来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该不会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吧？先是骗了我一大笔嫁妆，然后就是对我实行各种家暴。前2天，林哥，你跟嫂子闹多大矛盾啊？他这视频我查了一下，2个小时播放量已经上100万了，很显然是花钱买流量。下边那些网友全在骂你呢，还有他们还曝光了你的个人信息。放屁，这都是污蔑我，我怎么可能家暴呢？再说，我怎么可能骗彩礼呢？林哥，你的为人我很清楚，平日里你对嫂子怎么样，我们也都看在眼里的。可是网上那些人不信啊，而且嫂子还报了警。哥，这下事儿可闹大了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啊。经理那边……黎明，你居然还敢说！黎明，你居然还敢说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个杀人犯，你等着吧，这后半辈子呀，就在监狱里度过吧。黎明，他就是网上那个很火的家暴男吗？骗了彩礼钱不说，竟然为了骗家
害自己丈母娘！真他妈是个畜生啊！老子平时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打女人的那个王八蛋，竟然还害死了自己的丈母娘！大家听我说，这都是假的，都是他污蔑我。黎明，我看你还要嘴硬到什么时候？黎明，这是法院给你拿票，你现在家暴危害公共安全。刘经理，我刚跟你说的时候你还不相信，现在法院的传票到了，你总该相信了吧？黎明，你被公司开除了。不是经理我，这又是法院传票，又是公司开除，我看这事儿十有八九就是真的。妈的，狗渣男！妈的，打死个王八蛋！不能让他好干坏嘴，在监狱度过下半辈子。打死！住手！这女的谁啊？我怎么看她这么眼熟？肯定眼熟啊！苏氏集团的创始人苏婉儿啊，公司后面的那栋大楼就是他们的总部。前几天财经频道接受采访的那个苏总啊，您可要小心点。这个姓林的，他是个家暴男，他还骗钱害死了他丈母娘。没错，我相信黎明，他绝对不是那样的人。苏总，我不知道这个黎明他用什么手段骗了您，可我要跟您提个醒，这个黎明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他不仅骗走了我的嫁妆，而且还家暴我，而且他赌博欠钱，害死了我妈。我妈本来是可以活的，要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出钱，我妈怎么会死在手术台上？夫妻一场，你跟这个男的做的龌龊事，把你妈下葬已经仁至义尽，你还这样给我泼脏水，报警网暴我！好，我就让大家知道知道你妈到底是怎么死。瑶瑶，你快来医院，妈出车祸了！严重那就赶紧去死啊！凭什么耽误你的事情？我妈，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她是我妈。你不就是跟妈吵了一架，你至于这样吗？瑶瑶，快别妈妈快跟我走，要不你连妈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。哎呀，放开！没看到我在这有事儿吗？瑶瑶，快跟我走，时间来不及了。真是的，这小姑娘看着挺乖的，竟然能做出这种事儿，这可是她妈呀！就算误会是婆婆，也不能这么做呀！还有人性吗？简直畜生，猪狗不如！傅瑶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不，这个不给银河了，绝对是假的，绝对是你这个废物伪造的。对，假的，肯定是假的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你们两个真是蠢的可。我告诉你，苏氏集团已经邀请林先生做我公司的执行总裁了。你们敢侮辱林先生，就是在损害我们苏氏集团的形象。接下来我会让公司法务处理这件事情，一定会让你们两个付出代价。苏总，害死了你的亲妈，你怎么还有脸活着？还有你，苏总，我会查清楚你到底做了什么。你为了推波助澜，快速污蔑林先生，到底找了哪些人，我都会查清楚。到时候我们公司会召开发布会，证明林先生的清白。这货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长了一个歪瓜裂枣的脸，合着刚才那些全是假的，他俩在这儿演戏呢。这里交给他们处理吧，我去给你处理一下伤口。哦，哎呀，苏总，今天幸亏你来了，要不然啊，我肯定免不了一顿毒打，说不定缺胳膊断腿都有可能。说来也是巧了，我最近让人事一直在查你的消息，所以知道你的消息就比较快。苏总，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把我调到这么重要的岗位来？
林先生，这是你之前的营销方案，这套方案啊，你说这个呀？这个啊，原本是要给原公司的，本来我还挺有信心的，但被经理骂了一顿，说我坐井观天。林先生，这套方案对于我们集团来说非常重要，可以说是为我们集团量身定制的。更何况，我们公司现在正在跟竞争对手打擂台，现在是我们公司非常重要的时刻。如果能够拿下南城的项目，我们公司就能迈上更大的台阶。好，那我希望真的能帮得上你。喂，王海，你他妈是不是疯了？你得罪谁不好？你得罪苏氏集团，我这边正给苏氏集团谈合作呢，马上就快成了。就因为你这破事，苏氏集团直接取消合作了。二叔，这事我也不知道啊。那姓林的怎么莫名其妙就跟苏氏集团扯上关系了呢？这事你要是处理不好，我这可就麻烦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二叔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处理得了啊。让我想想，王海，你他妈但凡有点脑子，也干不出来这种事情。帮你办事的那几位，现在可都被查了。你这事现在闹大了，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查你了。苏氏集团可是铁了心的要整你，你赶紧想想怎么善后吧。聪哥，这事我也没想到啊，那姓林的就是公司的一个小小职员而已，这怎么可能？喂，付瑶，网上那个发布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害死了你妈？不是的，爷爷，你听我说，我也是被冤枉的，我今天差点被人打死。你这辈子也别回老家了，最好死在外边算了。你可真是把我们老傅家的脸面给丢尽了。我们老傅家怎么就出了你这种猪狗不如的玩意儿？爷爷，你听我说，喂，姓林的，我他妈要不弄死你，我跟你信！林总，您怎么看着有点紧张啊？我第一次当这么多人面前上台，当然紧张了。潜龙在渊，林总，您可是要办大事的人。这次项目要是谈成了，不仅能帮苏氏集团挣上百亿，还能让通正集团直接退出市场，以后就是咱们苏氏集团的天下了。先别慌着激动，还有最重要的一步没办。合同没签下来之前，一切都还有定数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能有什么变数呀？喂，王二，跟上了吗？跟着呢。动手吧。妈，你到宴会厅了吗？您儿子马上就要上台了。快了，妈打电话呀，就是嘱咐你，上台不要紧张，该怎么说就说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妈，妈，你怎么了吗？好久不见呀，林敏。我限你10分钟之内赶到盛达广场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杀了你妈！王海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？你放了我妈！喂，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距离上台做最后演讲只剩2分钟时间。林总，王海故意掐这个时间点，就是为了搅局。这个时候走，合同就会暂停，通正集团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。林总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项目的运营和后续。这个时候走，谁也没有办法替我上台。小明，再忍一下，妈妈带你去医院，好不好？妈妈，我难受。忍一下，小明。
林总，该您上台了。跟苏副会长，我有点棘手，我先走了啊。居然是你们要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让黎明付出代价。他现在不是要去签合同？老太婆，你可以猜一猜，他是先救你们，还是先签字据？问问瑶瑶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快给黎明打电话。我疯了，难道不都是被你和黎明逼的吗？喂，李总，这边都已经弄好了，那个姓林的离开会场了没？他已经离开会场了，会议暂时取消了。那于总，咱们上次说的事儿，放心，答应你的都会给你，只要能从苏氏集团那儿把这个项目抢过来，以后就交给你来做了。而且咱又不是真的犯法，一会儿就能把那老太婆放走了，不是真绑架。多谢于总，多谢于总。林敏，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会是我的。苏婉儿，南城这项目我要定。怎么样，查清楚了吗？苏总，查到了，王海和傅瑶绑架林总的母亲，还故意卡在林总上台前，这明显是故意捣乱啊！爸，我这边出事了，南城的项目还差最后的签约仪式，有人绑架了黎明的母亲，现在签约仪式暂停。别急，婉儿，你先不要着急，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，我让人查一下，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如果是通政集团干的，那这项目他们也抢不走。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项目的事，是一定要确保黎明和他母亲的安全。好，我保证他俩都不会有事的。好。王海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已经到达顺达工厂了，我妈在哪儿？签字仪式已经暂停了。王海，我不管你究竟要干嘛，把我妈放了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冲你来？好啊，那你准备好1000万，老子要现金，给我送到滨海路的这个废弃工厂来。记住了，你只能一个人来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杀了你，大不了我拉一个陪葬。不要来！喂！海哥，不是说好的假绑架吗？这怎么还要钱了呢？那这不就成为真绑架了吗？现在苏氏集团南城的那个项目已经取消了，这要如果是通政集团拿下这个项目的话，你就会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。那你现在这样做，也未免太冒险了。我是负责人，你太天真了。你别看那个姓于的现在说这么好，说的天花乱坠的，其实呀，他根本不可能把总裁的位子让给我，说不定到时候还得卸磨杀驴，找人给咱俩灭口。那应该不至于吧？怎么不至于？他之前找到咱俩的时候，不就是想借刀杀人吗？那还不如咱俩找到姓林的，要他个1000万，到时候咱俩拿的这笔钱远走他乡，有了这1000万，可够咱俩快回镇子的。还是海哥厉害，想的这么多，还这么周到。我还以为那个姓于的他一定会给。你也不仔细想一想，这通政集团又不是他的，他到时候再别翻脸不认人了，那咱俩可就完蛋了。1000万，到时候我们可以去环游世界，先去北海道，瑶瑶，你别犯傻，绑架是重罪啊！如果你真的要钱，瑶瑶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现在只是被他蒙了以后，你好好想一想，
要是你妈现在还活着的话，闭嘴！不许你提我妈！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，而是我妈？我的一切都被你毁了，我想要点补偿，怎么了？林敏，1000万准备好了吗？妈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，你放了我妈！儿子不要过来，儿子！妈，你他妈还是个人吗？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！你放了我妈！你放了我妈！林敏，我就给你半小时，半小时之内老子要挣到1000万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我哪儿给你凑1000万？你不是办上了苏婉儿吗？找他要啊！老子才不管这些，我只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每过10分钟，我砍你妈一根手指头。啊，忘记告诉你了，是从现在开始算。儿子不要了！那个海哥，这跟咱们之前说的不太一样呀。对呀，要不我们先走吧，反正老太婆现在也捆着呢，我们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要不把她放了？想走？现在是不是有点晚了呀？再说了，你们两个是不是觉得咱们刚干的不算绑架的事啊？别他妈傻了！你们两个把这个老太婆弄过来的就已经违法，现在把她给放了，全他妈得完蛋！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跟你们说1人10万吗？现在给你们50万，而且还是现金，想拿着钱去哪就去哪。你们两个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别说是50万了，就是20万，也可以让你们两个在赌场上大杀四方。这要是运气再好点呀，这说不定一夜可以破100万。到时候，来，先给我剁了这个死老太婆的一根手指头，踹碎那个姓林的。那个海哥，不是说过10分吗？这现在就废！这老太婆还敢跑！海哥，没想到你这个老太婆本事还挺大是吧？不要！你这么爱跑，干什么？这么爱跑是吧？老子让你跑！住手！住手！王海，放了我妈！这是1000万。林敏，看来这个苏婉还挺看重你，居然真给你弄了1000万。林明，阿姨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你先不要着急，现在什么情况？苏总，对不起，我耽误了项目进度。项目的事你先不用管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救出阿姨。那个王海提的什么条件？他让我10分钟之内凑够1000万，送到明海路的废弃工厂。我现在正在去银行的路上。10分钟？那你现在去了也来不及啊。这样，我叫人查一下离明海路最近的分部在哪，直接让人把钱给你送过去。谢苏总，我后退。王海，什么意思？钱我已经送来了。傅瑶，钱我已经送了，你到底要干嘛？跪下！什么？我说，我叫你跪下！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。否则，海哥，跪下！傅瑶，你别冲动，警察现在就在外面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。你要是伤了阿姨的话，你最少要判10年。听我的，把刀放下，我可以跟警察解释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傅瑶，别紧张，放了这个老太婆，咱们都活不了。我去拿钱，你把这个老太婆挟持好，待会儿咱们整辆车趁你给。苗苗，你们3个听着，他们2个执迷不悟，你们就是共犯，最少要判7年，明白了吗？妈，都怪我，让你受委屈了啊！把他们带去警察局。好。阿姨，今天的事都是我们的错，我实在是没想到他们竟然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。没事的，这个事情哪里怪得到你啊？瑶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这件事虽然是因为傅瑶和王海而起，但终究也是因为我们苏氏集团。苏总是查到什么了吗？
给你打电话的时间太巧了，这里面很有可能有通镇集团的影子。阿姨，我先带你去医院吧。不用了，我年轻的时候出苦力，这身体挺好的，不碍事，真不碍事。阿姨，你给黎明这么好的发展机会，我们林家应该感谢你，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。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？阿姨，你放心，傅瑶跟王海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苏总，王海刚到警察局就已经招了，是通政集团于成海指使的。通政集团那边反应更快，已经宣布开除了于成海。这事光是开除一个于成海还远远不够，一定要让通政集团付出代价。果然是通政集团干的，南城的项目应该是没问题了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妈，等我忙完这个项目，就带你到厂里去享福去。好，你一定帮苏婉儿把这件事情弄好。阿姨，这条项链我本来想给你做生日礼物，最后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当是我给你的补偿吧。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阿姨，你收下吧，就当是我的心意。瑶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怎么了？妈，我错了，我是一时糊涂。要不是因为王海那个王八蛋他蛊惑我，我怎么会绑架你啊？妈，您和黎明可一定要原谅我啊！我可是您的儿媳妇儿，你和黎明放过我吧。你真的知道错了？真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吗？你让黎明取消上诉吧啊！这什么情况？这看起来好像是儿媳妇跟婆婆的关系，这怎么还上诉呢？现在这世道，儿媳妇跟婆婆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。你应该后悔的事情不是绑架我，你应该后悔你妈的死。而且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要坐监狱，你害怕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妈，我求求您，求求您放过我，我这才20多岁，我不想进监狱啊！你应该找的是黎明和苏婉儿，跟我说这些没用。不，妈，我可是您的儿媳妇儿，妈。虽然我签了离婚协议，但是这离婚还需要1个月的冷静期呢。我可是你亲闺女啊，妈！要我说，你这老太婆也太狠心了吧，竟然要把自己亲儿媳妇送进监狱去。这女的看起来最多也就20来岁，这要是送进监狱待个几年，等到出来以后，大好的青春岂不就没了？这之前总是在网上看见类似的新闻，这儿媳妇各种被婆婆欺负，没想到现在还有真实案例。她能犯什么错误呀？你非要给她送进监狱去？要我说，你这老太婆也真是不够东西。来，起来。妈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我这几天都快被逼疯了。妈，我求求你，你原谅我，放过我吧。真不敢想象啊，这老太婆长得慈眉善目的，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。家人们，看看啊，我就说了，女孩子不能随便嫁人，这眼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当婆婆的竟然要把自己儿媳妇送进监狱去。瑶瑶，前后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有些事情不是你做的，你就应该说实话。王海他是主谋，王海他不是个人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我身上。前几天我还查到，他除了我之外，还同时交了好几个女朋友，他压根就不想跟我结婚，他只是想利用我，然后一脚把我给踹开。妈，我现在才明白过来，以前黎明他对我有多好。妈，我求求您放过我，让黎明在和解书上面签，好不好？说不定这样我还能早出来几天。你这老太婆也真够狠心的，好歹是你儿媳妇，你就这么对人家？就是啊，看人家小姑娘哭得多伤心啊！你以前也年轻过，你刚结婚的时候，你婆婆也这么对你吗？大家都来看一看啊，就是这个老太婆要把自己的儿媳妇送进监狱里面去，人都已经给你跪下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非把人逼死你才开心啊？好歹也是自己儿媳呢，就算已经离婚了，以前也喊过你妈，怎么就非得把人送到监狱里去呢？他刚才说那个王海是他的姘头，他们两个合伙起来绑架我，
让我儿子拿钱赎我，否则的话就要杀了我。只给我儿子半个小时时间，要是晚10分钟，他们就会剁我1根手指头。他亲妈出了车祸，他误以为出车祸的人是我，所以一直不出钱。最后我都没有去医院见他亲妈最后一面。你觉得我应该原谅吗？我又不知道你跟我说什么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最后悔的不是你出轨，也不是绑架我，而是害死了你亲妈。人这一辈子呀，要经历很多的十字路口，走错了没有关系，但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选错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没想到看起来长得挺清纯的，居然能干出这么混蛋的事情。讲的跟拍电影似的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我项链不见了。项链？慧慧，是那条租的项链吗？就是那条啊！怎么出来的时候明明还看见了？是不是忘家里了呀？不可能，我下车的时候还看见了。怎么办呀？那个是我花好几百一天租的，专门为了待会儿面试用的。刚才那个老太婆难道是在演戏？先把人给吸引过来，然后她的同伙再审讯你偷东西。对呀，很有可能。我刚刚还觉得他们俩说的那些太夸张了。对，肯定是这样。走，快追！把我的项链还给我！姑娘，什么项链？你说什么呢？刚才在那边我还挺同情你的，没想到是在给我演戏呀！说你的同伙在哪儿？让他把项链还回来。你要干什么？小伙子，你别抓我啊！你轻点，我手上有伤，你轻点。轻点，也就看你是个老太婆。你要是再年轻几岁，我早就动手打你。本来还挺心疼你的，没想到是在给我演戏呢。说，你的同伙到底在哪儿？把我的项链还给我！闺女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懂啊。还装啊？还装呢？你跟刚才那个女的假装是婆媳关系，然后又是出轨又是绑架的制造混乱，又是为了让同伙好混在其中偷东西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可能那就是他儿媳妇儿，偷东西的是他儿子呢？你最好识相点，把东西快点拿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赶紧放！不要拿我东西！给我！不要拿我东西！没有，姑娘，我真的没有。你东西要丢了，你可以去报警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拿你的东西。我那个项链是我2000块钱一天租的。你这个老太婆，你知不知道那条项链值多少钱呢？都够你枪毙好几回的了。贼喊捉贼，东西一定就在你的包里边，摁住他！姑娘，我都说过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我没有拿你的东西。哎，你咋就是弄啥嘞？欺负人家个老婆子的。他都说了没见了，你们还要搞这一出？现在他躺在地上了，你们3个没个几万块钱下不来。老太太差点撞到头，还是垃圾箱的脚，真要是撞上了，会出人命的呀！哎，装什么啊？我刚刚根本就没有用力，轻轻碰了你一下，你就倒了。慧慧，他不会讹咱们吧？这些钱就当是给你赔偿的费用，我可警告你，你别想讹我。好啊你倒真会演戏呀！老太婆，你可真不是东西，刚才差点让你蒙混过去。报警！报警！我今天必须得把你这个老骗子给送进去，就当是为民除害了。刚还说不是你拿的，你这演技也太好了吧？这好像不是我的那个项链啊，不过款式很像，这质感明显要比我租的那个贵得多呀。不行，就算不是，我也得说是我的。我就说没冤枉他吧。必须报警！真是人不可貌相，这老太婆还真有一手。哎，不用了，既然东西找到就好。我今天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呢。不是。这个项链是别人送给我的，这不是你的，这是我的，你还给我，你还给我好不好？走开！偷东西不成，反倒抢了是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否则我要是报警的话，你下半辈子就在监狱里边度过吧。我们走。
这合同总算是签上了，太难了，花了我3天时间。幸亏是林总你啊，用3天就搞定了。要是换成别人，30天都够呛了。王老爷子这块地是整个南城最重要的，要是搞不定他，其他的钱再多也没有用。行，那林总您先休息一会儿，我给苏总把合同送过去。你去吧。对了，你跟苏总说一声，我去接一下我妈。要不我去吧，林总。不用了，没有多远，很快就回来。好。苏总，这是王老爷子的那块地，林总让我跟您说一声，他去接他妈了。老李，让你给林总找的秘书怎么样了？苏总已经找好了，我刚打的电话，就快到公司了。好，会议继续。慧慧，你可总算来了，约好的3点半，怎么快4点半了才来啊？叔，路上遇到些麻烦，碰到个偷东西的老太婆，幸亏我们几个眼疾手快，要不然就让她得逞了。偷东西？算了，快跟我上楼吧。苏总和林总估计都等着急了。哎，慧慧，看来你真是要发达了，这可是苏氏集团的总部啊！慧慧，你要是发达了，可不能忘了我们呀！哎呀，也不一定能选上我。听说还是执行总裁的秘书，那可是最近好几次都上热搜、上新闻的林总，那可是个金龟婿啊！哎呀，慧慧，你得好好表现。说什么呢？我们慧慧这颜值、这身材，什么林总不林总的，还不都得拜倒在慧慧的石榴裙下呀？哎，是那个老太婆。什么了？就是那个不要脸的偷东西的老太婆呀！我看到她就坐在那辆车上。哎，怎么可能？那就是个偷东西的老太婆，这可是苏氏集团的总部。说的也对，那可能是我看错了吧。慧慧，干什么呢？快点啊！哎，好，那个你们在这等我下，我先上去。加油啊，慧慧，我们在这等你。晚上请你们吃大餐。慧慧，一会儿你可要好好表现，有点眼力劲儿。咱们这位林总可是集团的大红人，跟在林总身边当秘书，以后你的路可就好走了。放心吧，叔。执行总裁的秘书，也就是你爸求到我这儿了，而且刚好啊，苏总让我找一个合适的人选，不然这么好的机会还真轮不到你，可一定要好好把握。等我当上执行总裁的秘书，我第一个先开除。废话真多。之前的发布会上，那个林总裁刚离婚，凭我的姿色，每天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，说不定真能把他给征服。你呀，你爸给你安排的几次工作，你都没干几天就不干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慧慧，这次可不一样，在林总身边，你一定要收收你的小性子。这项链是你的。苏总，阿姨，你可算来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把行李放好。阿姨，坐。林明啊，就差每天跟我念叨要把你接进城里享福呢。是吗？来，阿姨喝水。好。阿姨，你这手怎么受伤了？这项链是你的？是啊，当然是我的。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怎么带了个假的？这不是画蛇添足吗？让苏总看见了，说不定还会认为你爱慕虚荣呢。摘了吧。假的？叔，你对珠宝还有研究呢？我倒是对珠宝没什么研究，就是你这项链。叔，我这就是真的，我怎么可能带个假的来面试呢？不过，叔，你要是对珠宝没有研究的话，怎么能说这是假的呢？我见过这款项链，这项链的款式在100万以上，还大部分都有故事背景，至少都得在500万以上。你这怎么可能会是真的？500万以上？我的天，这么夸张吗？我租的那个才几10万啊，这项链这么值钱吗？
这宝石应该是个真的。赚大了，赚大了！看来我这真是要转运了。丢了个几十万的项链，白捡个几百万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知道这项链不是我的。以后无论谁问，我都说这是我。啊，说，我这就是真的。好了，先去会议室等吧。没事儿，我刚在来的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公司旁边就是医院，我带你去检查一下吧。不碍事，真的不碍事。平时在地里干活，经常磕磕碰碰的，没事儿。阿姨，我看这都红了一大片，还是检查一下，我能放心一点。啊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怎么了？什么不用？阿姨，没事的。小明，你最近怎么样呀？老是在电视上看到你，那个新闻财经频道，那上面专家说的这些话，我都听不懂。挺顺利的嘛。那个南城的老城改造啊，已经到了收尾阶段了。您看那个采访，已经是10多天前的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上电视被采访。那个专家问了很多刁钻的问题，都给我整紧张了。要不是婉儿在旁边啊，我就肯定丢人了。阿姨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怎么没看出来你哪里紧张啊？阿姨，他当时跟那个专家谈笑风生的，采访结束之后还去喝了顿酒。这小气！阿姨，其实明哥他很厉害的，那套营销方案连专家看了都惊叹不已。婉儿，以后呀，你让他多跟你学着点，你千万别嫌他笨啊！阿姨，这是什么话？要不是明哥，我们苏氏集团这次可就完蛋了。对了，阿姨，你怎么没带我送给你的项链啊？我放家里面了，这么珍贵的东西，我带在身上不太习惯。对了嘛，您来之前啊，我和婉儿还说呢，晚上的庆功宴你也参加。我也参加，不太好吧？那有什么不好的？这个庆功宴本来就是为了明哥举办的。好。阿姨，你这手怎么受伤了？阿姨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喝水。累不累呀？不累。刘助理，去查一下老太太是不是在来的路上遇到什么事了。好的。喂，林总，给您找的秘书已经到了，我让他先在会议室等着，等您忙完之后见见吧。你啊，都是执行总裁了，还什么事都亲力亲为。给你找个秘书，以后可以给你安排工作行程，有什么事还能帮你的忙。不是有小刘了吗？你这突然给我加个秘书，我还有点不太习惯。小刘是我的人啊，那给你用了，我都没人用了，是吧？李主管，你直接带人过来吧，我和苏总都在呢，不用在会议室等。好嘞，林总，我这就过去。好。请进。林总、苏总，阿姨您也在呀？她叫刘慧，是我帮林总选的秘书，她之前有过3年的工作经验。这项链怎么在你这？这不是我送给阿姨的吗？婉儿，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你送给我那条项链，我放在家里了，没有带出来。这项链的款式在100万以上，还大部分都有故事背景，至少都得在500万以上。这是我自己的项链，苏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苏总，您给阿姨买一条项链，我就不能有一条一样的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怪不得刚才就看着眼熟。这是卡地亚8年前出的天空之星纪念版，4年前就价值700多万，现在在1000万以上，怎么可能是你的？这项链一共有2条，一条在美国富商的手里，一条是苏总在拍卖会上买下来的。刘慧，你好好说，这项链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多少？上千万！这就是我的项链，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
好大的胆子！分明就是你从阿姨这里抢走的，你还敢说是你自己的？李主管，这就是你给我找的秘书是吗？妈，你是不是腰受伤了？我今天看你走路姿势有点别扭。阿姨，这视频是伪造的！真是瞎了眼了，竟然推荐你来当林总的秘书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你还不承认是吗？价值上千万的东西，你敢认作是自己的，都够你在监狱里度过下半辈子了，知不知道？别哭了，说吧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来的时候，我想着今天来应聘，就自己租了条项链，想给林总留点好印象。结果丢了以后，我就怀疑是阿姨偷的，然后在阿姨的包里发现了这个项链，就想着将错就错，就说这个项链是我自己的。苏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苏总、林总、阿姨，我真的是一时糊涂，我求你们了，千万别报警！真是离谱！今天要不是被我逮到了，这项链就真被你抢走了。还是跟警察解释。苏总，我求你了，您千万别报警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我真的不知道阿姨就是林总的母亲。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条项链这么贵重，我求你了，千万别报警。婉儿，算了吧，这姑娘看着还像个孩子，不要报警了，反正这项链已经找回来了。阿姨，还不赶紧给老太太磕头！谢谢你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，我保证。我真是服了你了，普通人谁会捅出这么大的篓子来？我好心好意介绍你过来当总裁秘书，你可倒好，先进来头一天还没面试，先把总裁他妈给抢了，还是价值上千万的项链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。我被你害惨了，本来还想着给林总找个机灵点的秘书，说不定今年能把负的给变成正的，这回好了，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。是我还有机会来苏氏集团上班吗？你上班？你上屁的班！滚！滚！阿姨，你腰怎么样？我刚刚看监控，好像磕到了。没事，婉儿真的没事。要是腰伤了，我怎么能来公司呢？妈，你就是心太善。小刘，秘书的事儿就交给你去做了。还有，除了个人能力以外，一定要找个淳朴的，像刚刚那样爱慕虚荣的，绝对不能要。阿姨，婉儿，不行婉儿，你这个项链太贵重了，价值上千万的，我不能要。阿姨，明哥帮了我们公司这么大的忙，这中间还让您跟着受罪。现在我们公司已经渡过难关了，还赚了不少钱。这条项链真的没什么的，我给你戴上吧。阿姨，这再贵的东西都得靠人来衬托。这个项链是我的心意，您一定要收下。再说了，这个项链失而复得又回到您身上，说明啊，您跟这个项链很有缘分。好，婉儿，这个玉镯是林明他爸走的时候交到我手里的，也算是我们林家的宝贝了。我把它送给你，妈，这手镯不是……婉儿，你戴上这个玉镯真漂亮。黎明，是吗？好看。谢谢阿姨。
妈，你今天为什么那么做呀？那个玉镯不是我们林家传了10几代的宝贝吗？我小时候那么穷，您都没舍得卖掉。娃儿不是说了吗？再贵重的东西啊，都是人赋予它的价值。妈，你是不是为了还这个项链的情啊？当然不是啊，傻孩子。那为什么？这个玉镯呀，我本来打算等傅瑶生了孩子，我抱上孙子呀，就送给他。只可惜结婚以后，他对你一点都不好。妈，你怎么说的云里雾里的？这镯子不是送给婉儿的吗？怎么扯到傅瑶了？说你笨呀，你做这么大的事情；说你聪明吧，一点都不开窍。大家都是公司的老人了，前段时间我们公司经历了动荡，多亏了黎明的营销方案，否则的话，恐怕我们现在就该在一起讨论公司破产之后如何善后的具体事宜了。下面有请我们公司的大功臣上台发言。不瞒大家说，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记不清大家的名字。这个南城改造项目，虽然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地皮所有的使用权，但是对于公司未来发展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这个 PPT 是我刚做的，也算是上一份营销方案的延伸版本。今天与其说是庆功会，不如说是誓师大会，就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公司未来重点的发展方向。之后呢，会出一份详细的介绍。你看这块地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未来可以建一个 CBD， 旁边就是类似万达的商业广场，后面是公园。从这点来看，我跟林总真是不谋而合啊。你可真会抬举自己，就你的脑子还跟林总不谋而合。哎，你们看这个护城河可以啊，再加上公园和小学，这两边的小区房价至少能翻2倍。婉儿，你知道我妈为什么送你手镯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？你真不知道？那个手镯是我们林家传了10几代的宝贝，我妈说要给未来儿媳妇的。怪不得见刚才苏总手腕上有只玉镯，以前可没见过苏总戴过玉镯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伯母送给苏总的玉镯，林总竟然追着问苏总知不知道什么意思？林总太可爱了吧！哎，你们看，林总脸红哎！上次林总上台演讲，当着数千人的面脱稿演讲了1个多小时，都面不改色的。这次为什么脸红了？看来是真的有事。刚刚聊点题外话，大家继续看 PPT。之后呢，我们会达到便捷商圈一步直达，舒适人居环境环绕。之后大家和公司都会越来越好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。哇，阿姨，这个镯子真的是您送的吗？真的要传了好几代吗？以前这个剧情我只在偶像剧里看过，没想到今天出现在现实了，他们俩也太好磕了吧！黎明，骗你的。其实我知道，